儿臣恭喜母妃。琪儿来了。母妃，儿臣有一样物事要送与母妃，请母妃随儿臣来。琪儿，我在常贵妃那儿见过一模一样的凤钗。儿臣知道母妃喜欢，特地让人仿制了新的。从前母妃怕招惹非议，不肯用心装扮，而如今母妃已经晋升为顺仪了，这穿戴还是不宜太过素雅。此钗还是更配母妃啊。母妃这是？琪儿一向孝顺，可是陛下最看重的是我们母子待他的一份赤诚之心。倘若我们贪图这些荣华富贵，又与那常氏何异？母妃，这本该就是我们应得的，母妃何必惶恐不安呢？像那常氏姐妹，当年在后宫是如此的盛宠，胜过我如今100倍，可是，一样不得善终。你我母子无权无势，又能落下什么下场？听母妃一句话，回到边疆去，好好的做个清闲的王爷，这样母妃也能心安。母妃不必再劝了。自从回京那日起，儿臣就已经决定了，再也不离开母妃半步。宁为王冕之诛而死，不为周全携旅入刑。败不过是一条命，好过煎熬一生。儿臣告退。儿臣见过父皇，不知父皇有何吩咐？怡儿，朕思量着，先下陈少一案过去许久了，刑部也整治得颇为规矩，你可曾想过卸掉御史台一职啊？免得被这个职务拖累。儿臣任父皇差遣。你如今倒是听话得很呐。那是父皇没有看轻儿臣，儿臣自小不听话，长到现在也丝毫没有改变。不知父皇还有更好的选择吗？朕赏你的，你要谢恩；朕夺你的，你一样要谢恩。儿臣谢过父皇，将鸟尽弓藏赏与儿臣。恭喜陛下！何事？未知带来闽海晏家的晏怀石前来求见陛下，说是专程从闽海带来了海寇分布图。陛下，请看。竟有此事，快宣。是。
宣未知觐见。微臣参见陛下。草民参见陛下。凭什么？卫青，你从何处弄的此图？可否请晏家长子晏怀石向陛下阐明？准。回禀陛下，这是明海晏家穷尽多年人力物力，根据常年海上经商往来所绘制出的明海海寇势力分布图。明海海寇尽在其中。好他个闵国公，好他个张远！宁毅，你来看看。这区区几处海寇，年年剿不兴，你可有何良策？父皇，常氏的不臣之心，不仅仅是剿匪不力，但我想，为之把这图给父皇送来，应该有所对策。父皇不妨听一听。为之。回禀陛下，明海本地大族世家饱受常家和海寇勾结骚扰，苦不堪言。如若陛下决心已定，不妨派专员前往明海联络，好让这些世家看到陛下剿寇的决心。微臣想，光是这些世家的护卫力量联合起来，就足够荡平海寇，且不需朝廷拨派军饷。卫青深知朕心，只是这人选一事，容朕想想。都退下吧。微臣告退。草民告退。儿臣告退。楚王，父皇，御史台懿旨非你莫属。儿臣遵旨。你这个人啊，有一个优点，就够假，十分假，非常假。你这样做事，应该是有求于人吧？啊？微臣连这名字都是假的啊，枉问其他吗？大胆为之，愈发放肆。不过本王提醒你哦，久走夜路，难免撞见鬼，啊？说吧，什么事？既然殿下相问，那微臣就如实回答了啊。哎，话说好了，不许发脾气骂人啊。你这么说起来，本王是经常骂你，并且你很怕本王骂你，是吗？好了，你刚才那句话是真是假呀？假的。怎么我听了半天，就刚才那句话是真的呢？你怕了，你怕着皇家的争斗，如同恶鬼抢食，所以你想逃跑，对吗？本王也怕，本王怕不知哪一日，我就变成了争斗的恶鬼，只是不知，到时候谁能超度本王？你走吧，走得越远越好，尽快远离这阿杂之地。殿下变似恶鬼，
只不过是为买肉体反台，对于殿下，只可遥望，不可近之。还望殿下成全。殿下还真是睚眦必报啊！松口，松口，松口，松。你，我和你没完。只是你要远行，本王想留点念想。牙口不错。臣宁齐领旨谢恩。退下。我为什么要退下？我还没看够呢，接着舞吧。此言兄所愿，即是本王所愿。继续。殿下能将此言视为知己，等服了一大杯。知己呀，知己，你可知本王现在心中所想？削藩。父王应是已经动心，差一个马前先锋，献上这不败之策。明国公家大业大，光是子侄就有17个之多。不过他最为宠信的还是长子常中义。臣愿意去为陛下献策，说服陛下。上师德惠，大力分封常氏子侄，就在岷海当地领封。分封，重点在分不在封。子言兄好，效法主父言，让这长远老儿既肉疼，又不得不谢恩。好，我才不管他肉疼不肉疼呢。至于这个常中义，败下了这2个字。应该让他回到帝京，在父皇脚下尽忠尽义。拿什么借口调他回来？你我还需谨慎，免得引起常远的老祸警醒。退下。父皇动了心思，要为韶宁遴选驸马。韶宁是常家人。常中义回来，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。
我是否要将这舞姬给大花送过去啊？啊？不必了。2个？不，殿下刚才那是好主意啊！殿下越来越聪明了，我明日就去觐见陛下。不必了。我怎么就想不出这主意来？多谢。哎呀，殿下真的是越来越聪明，以后都不需要紫燕在这儿。殿下越来越聪明了。儿臣给父皇请安。平身吧。谢父皇。可去探望过你母妃？儿臣前日已经去过。母妃感念父皇恩德，常常教导儿臣要恪守本分，孝敬父皇。父皇，不如今日儿臣亲自为父皇烹茶，侍奉左右，您看如何？也好。那朕就尝尝妻儿的手艺。儿臣也是回到帝京之后，才知道原来这烹茶一道如此讲究，远非儿臣在边关时随意将茶叶碾碎放至大碗中，注入沸水那般随意。母妃有次无意中念叨起父皇的喜好，儿臣这才知道父皇喜欢饮茶，便用心学习。恕儿臣愚钝，请父皇恕罪。这不怪你，你自小便被朕送往边境戍关，一晃就是10几年，你不怪罪朕吧？儿臣从不曾怪罪父皇。无论是留在帝京，承唤父皇西夏，还是留守边关，保我天生安定，都是父皇对儿臣的恩典。父皇，请品茶。儿臣学艺不精，让父皇见笑了。如果朕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，你是选择继续留在帝京，还是重回边关？儿臣选择留在帝京。儿臣留在帝京，是想留在父皇身边，侍奉父皇左右，以尽孝心，跟随父皇，勤学政务。希望能以儿臣微薄之力，助父皇开疆扩土，保我天生千秋万代。不过儿臣知道，过犹不及，就如同这茶道一般，无论是水量、茶量，还是熬煮的过程，都要酌量火候。这是儿臣从中悟到的为臣之道。儿臣绝不会像其他几位王兄那样忤逆父皇之意。儿臣甘愿做父皇的一枚棋子，誓死效忠父皇。这样吧，从明天
朕准你去中书省，阅看奏议副本，你好自为之。谢父皇隆恩。魏之，你给我站住！见过公主殿下。你为什么每次见到我都要跑啊？殿下，微臣不敢。微臣是没有看到殿下，微臣只顾着想陛下交办的差事还没办妥。微臣编，接着编。殿下，微臣哪儿敢啊！微臣是真的有事要办，还望殿下海涵。微臣告退。魏之，此手串乃太子哥哥与我金钗之年所赠，我想用它换魏郎一件物实，可好？还望殿下宽宥，魏某身无长物，实在不敢受公主重托。少宁，魏学士，魏学士，快请起。见过殿下。魏学士可否容我与王妹说几句，提几话？不敢叨扰二位殿下，微臣告辞。为兄正要找你，少宁见过齐王兄，咱们借一步说话。王兄有何要事？为兄却有要事，请王妹相助。2日前，为兄接到父皇旨意，父皇突然下旨，令我主持遴选驸马一事，这究竟是何用意啊？许是父皇信任殿下，才将韶宁的终身大事交由你来操持。怕是没那么简单。父皇刚刚圈禁了宁生，又赐死了常贵妃。若闵国公一旦得知，很可能便会兵戎相见。在此当口，父皇要为韶宁遴选驸马，这差事怕是吃力不讨好啊。启禀殿下，小人听得几句闲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讲。是。小人曾于凤云轩外，听到值守内侍闲话，说常贵妃临死前，哀求陛下宽待公主。臣妾以为，父皇还是顾念多年的夫妻恩情，方有此义举。可正如殿下所言，如今这当口，父皇若亲自操持此事，难免令朝野揣测，只得责成真正信赖之人办理。那本王就全力为父皇分忧了。既父皇信赖王兄，那韶宁该如何相助啊？既是遴选驸马，便事关王妹一生幸福。为兄不得问问王妹，何人能入王妹之眼啊？既然王兄爱重小妹，那小妹，我愿将此手串，以换未知一片真心。未知，魏学士深受父皇倚重，若娶了公主，就要退出朝堂。魏兄只怕父皇那里不能恩准啊。只要王兄能够说服未知，本宫自会向父皇讨旨，定不令王兄为难。为兄定当为王妹尽力一试。那韶宁谢过王兄厚待。
陛下，慢一点儿。哎，陛下，是要歇息片刻。哦，太医令走之前呀，反复嘱咐老奴，说陛下呀，且不能久坐，一定要起来活动活动，要不您这腰痛之症啊，老奴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朕看你是越老越啰嗦。啊，陛下，活动？你陪朕活动啊？我是说，陪陛下到御花园走走。辛子言马上就该到了，说是有要事，我让他候着。是陛下。慢点。臣参见陛下。哎呦，陛下这腰疾复发了。陛下，你怎么不陪陛下出去走走呢？我正准备陪陛下去御花园走走。要不我陪陛下到御花园走走？赵元，陛下，赐座。是。哎，不坐了。元兄。陛下。哎呀，朕这腰啊，老了。哎，爱卿有何要事啊？说来听听。臣今日所奏之事事关重大，臣心里没底，特前来跟陛下打个赌。好大胆子！赶来凤运轩跟朕打赌之人，河朝上下怕是也只有你辛子言一个人。好，赌什么？拿什么赌？臣想陪陛下投壶一局，你正好活动活动身子。这赌注嘛，就赌一个人。所赌之人，可是与爱卿要事有关？那是自然，要不然也不敢来跟陛下打赌啊。此次前来，臣是想向陛下进献削藩之策，可是这良策尚需机敏之人前去执行。若今日侥幸微臣赢了，还请陛下降旨，这执行之人的人选就由微臣来指定吧。要是朕赢了呢？那不太好办了。那这样吧，倘若是陛下赢了，那子燕就亲自走一趟，去做这执行之人。陛下以为如何呀？好，朕就依你。朕绝不会忍让你。我也绝不是那溜须拍马之人，陛下放马过来便是。爱卿请。陛下请。爱卿请。陛下今天龙体欠安，子燕在先来，胜之不武。你先来吧。行，去。还是爱卿先来吧。恭敬不如从命。那臣就先来了。哎，陛下，你把臣吓坏了。走。一会儿你去趟尉知府，就说本王今晚有要事，必须面见尉侍郎，请他务必光临。遵命。蓝居可曾安排妥当？一切均按照殿下吩咐。依臣之计，先将这常忠义调回帝京，陛下明里许以高爵，暗里派人监控，不准他再回岷海。之后再配合分封，岷海各地方府衙安插官吏，收回军队辖制权。到时候闽国公就成了孤家寡人。到那个时候，陛下一道旨意宣他回京述职，
还怕他敢抗旨不遵吗？爱卿此次思虑周全，确实需要一位机敏之人前往冥海。此人非新大夫莫属。那陛下得先赢了我，我才能去啊。陛下，你，哎呀，侥幸侥幸，纯属侥幸，再加上今天圣上龙体欠安，要不然推翻重来吧。朕乃天子，岂会抵赖？不过你所点之人，若是办事不力，朕一样为你试问。臣遵旨。说吧。你主意哪位能臣前往冥海？魏王宁齐。宁齐，正是宁齐。宁齐不但机敏，为人老成持重，能忍常人所不能忍，是去冥海的最佳人选。启禀陛下，魏王求见。臣将此事没向任何人透露过。人选之事稍后再议。宣宁齐。是。儿臣拜见父王。凭什么？谢父皇。恕儿臣坏了父皇与新元首的雅兴。儿臣已将为少宁遴选的驸马人选拟好，特来请父皇过目。见过新元首。见过魏王。姚阳宇，姚英之子，年19。淳于猛，淳于弘之子，年20。魏之，礼部侍郎，年19。都足堪匹配朕之爱女啊！宁齐差事办得不错，谢父皇。陛下，若是公主选得佳婿，当恭贺陛下双喜临门呐！双喜？还有何喜？常忠义。常忠义是公主的外兄嘛。如此说来，不仅仅是朕家爱女，确是一喜。宁齐，儿臣在。3位之中，你最主意何人？回父皇，儿臣主意何人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王妹主意何人。也对，朕这个女儿甚难驯服，若是她不中意，此事怕也难成啊。宁齐，你可知道少宁心意？回父皇，王妹曾拜托儿臣将信物赠于魏之魏侍郎。魏之，少宁眼力不错。公主眼力着实不错。只是这魏之是陛下的爱臣，一旦公主选定了他，按规矩，他得远离朝堂啊。陛下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启禀父皇，儿臣以为，此等规矩乃是为了防止朝臣与皇家联姻而壮大势力所立下的。而如今魏之魏侍郎既无家室，而父皇又爱重于他，大可法外施恩，想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宁齐，你不妨先探探魏之的心意。
他表面柔顺，骨子里却是个倔小子。不要弄巧成拙，反不美妙。儿臣遵旨。其儿，驸马之事务必办妥。儿臣谨遵圣谕。谢爱卿，新元首。好，臣在。速将民海分封详细细则考虑周全，拟个奏章上来。臣遵旨。臣告退。不知殿下今日召魏某前来，可是有何要事啊？侍郎何必如此较真儿呢？本王不这么说，又怎么能请得到侍郎呢？宁琪只是想跟侍郎多亲近亲近，侍郎可千万不能瞎了宁琪的面子啊！殿下这话可真是折煞魏某。既然无事，那今日魏某就与殿下只谈风月，可好？好啊，既是只谈风月，岂能没有家人相伴呢？来人呐！奴家有礼了。西文姑娘，这位可就是你仰慕已久的无双国士，还不好生侍候着？西文谢殿下恩典。侍郎长得好，侍郎真是一表人才呀！殿下，魏某可当不起这般盛情。哎，侍郎不必拘泥，侍郎可不要小瞧了这位西文姑娘，她可是兰香院有名的才女，坊间一向有小薛涛之称啊。王爷谬赞了，西文怎么敢当呢？早闻无双国士大名，只恨无缘，今日得见，真是风采非凡呐！不敢不敢，只是浪得虚名罢了。既然是魏王请的才女，那不如就请西文姑娘弹奏一曲，以助酒兴，可好？甚好，甚好。是。来，侍郎。侍郎如此风雅，爱慕者众多，又恰逢适婚年龄，不知侍郎心中可有中意之人啊？果然是好曲，好曲啊！好曲，好曲！殿下，当副一大杯，来，干！啊，本王陪你干！干！莫非你也仰慕侍郎不成？啊，侍郎见笑啊！本王就一粗人，跟侍郎比起来，连这些官人们都瞧不上本王啊！殿下恕罪，奴家哪敢瞧不上殿下呀？只是这位侍郎容貌清俊，恍惚间像是遇见了一位旧人，令奴家想起了朱茵姐姐。朱茵，可是那位曾经名动京师的花魁娘子？正是，只可惜再也见不到姐姐的天资了。此人，本王在边关就曾听闻。难不成你说的旧人，
莫非侍郎也曾是这位花魁姐姐的座上宾啊？怪不得眼高看不上你们呢。回禀殿下，倒非此意。奴家曾见过朱茵姐姐的一位妹妹，容貌竟与侍郎一样清俊，那眉眼之间，仿佛一个人一样。你的意思是，侍郎像一位妹妹？你这官人，怎可信口胡信？难不成竟是魏王安派你来，只为羞辱本官的吗？哎，侍郎莫恼，侍郎莫恼，只是信口胡沁罢了。来来来，本王自罚3杯。殿下恕罪，魏某失礼了。侍郎，怀师兄，怀师兄，怀师兄，侍郎可有不是啊？见过魏王。殿下恕罪，魏某是在上不胜酒力。是吧？哎呀，你这不胜酒力，肯定是醉了。我回去休息吧，实在是不舒服。好好。殿下失礼，魏某就先告辞了。本王照顾不周啊！侍郎，哎，可要本王送你回府啊？失礼了，失礼了。来，给本王细细讲讲你那位旧人。行者又如何？深情不够多，莺飞翘歌，人间蹉跎，独自入奈何。寂寂又如何？无人证因果，忽见陌上多。清冷月色，纷纷往事多。风从指尖过再见。犹如